Hello， 欢迎收看科普医美新知。重来好了。Hello， 欢迎收看科普医美新知。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我想是很多人在意的哈，就是脸部的轮廓线。很多人就会问说，请问一下张医师，身为这个三重古天乐的你，要怎么样打造轮廓线？最近骑脚踏车比较黑，所以很多人说我长得像古天乐。强制产品对位，剂量精准树眉，没效的才是最贵。想做要找专业。这个轮廓线其实这个问题很多女生、很多男生很在意。其实可能因为疫情的关系，很多健身房不是停业嘛，很多男的教练来，很简单嘛，你全身肌肉都可以练，可是脖子好像没有什么器材可以练脖子，对不对？可以练那个轮廓线。所以其实有些健身房教练他身材非常的好，然后可是呢，他就觉得他的侧面很糊，他就说我不想当哆啦 A 梦，你可不可以帮我？所以脸跟脖子的这个分隔开的这个线，就是所谓的轮廓线。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就是打造轮廓线的3个要素。要打造轮廓线有3个要素，哪3个要素呢？第一个下巴，第二个就是你的脸不能垂，第三个很重要一点就是你的下颌缘，你的下颌缘这个地方要够紧致。下颌缘就是指我们这个下颌骨以下这个区域我们脖子这个区域，这个叫做下颌缘。我们今天就这3个来跟大家解释。不过在这之前，其实有一件事情我要先讲，你知道，如果外国人跟东方人审美观不一样，外国人他们特别喜欢脸有棱有角的，其实是女生比如说像那个布莱德比特，你看她的脸是不是？她颧骨蛮大的，她的下颌骨很方。你看她老婆安吉丽娜裘丽，你看她颧骨也是比较凸，她的下颌角也是方的。意思是什么？他们的轮廓线很大一部分是建立在这块骨头是比较方、比较大。可是东方人不一样，大家都不喜欢自己的脸太方太大，这个审美观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打造轮廓线3要素里面，我们并没有针对如何把脸变大这件事。有下巴是很重要的，对不对？好，我不是针对你啊。这个眼神，放心放心。那我们来看这个图像这个你会觉得它的下颌线这个轮廓线不是很清楚。那很重要一点就是因为它的下巴是比较短的。这里有一个观念是这样，其实我们下巴分3个角度来看，第一个是这个叫长度，这个叫宽度。从侧面看，这个叫挺度，长度、宽度、挺度。通常这个3个这个角度最重要的是挺度，也就是如果你的下巴是比较内缩的，你的轮廓线就会不清楚。你要往前够挺，你的轮廓线才出来，不然你这里再怎么长到跟法老王一样，你的轮廓线还是不会漂亮的。因为我发现常很多人在谈论下巴的时候，都不断的说我的下巴很尖，我的下巴很长，可是做完以后奇怪，我怎么从侧面看还是轮廓线不够？但我们看同一个人，你看我们把他的下巴做出来，他的轮廓线是不是就很明显跑出来了？这样的轮廓线要怎么打造？非常的简单。如果你今天要用的是一般的微整形的方式的话，你用微整注射的方式的话，你可以打大分子的玻尿酸，你可以打比较结实的精酿瓷，它用来打下巴都非常的好看。那你又说，如果我不想要打这种比较快吸收的东西怎么办？你可以用脂肪，可是呢要特别注意，一般如果你单单用脂肪，因为脂肪比较软，那支撑性有时候不太够，或者做出来就太肉，不小心会变成 Senos。用脂肪的好处就是它持久，可是你做出来又是这种挺立漂亮的。我们诊所有一个秘密的方法，我们就是要搭配环形的线，用这个环形的线把这个脂肪集中在这个区域，它做出来的效果就是什么挺立的。然后脂肪只要存活呢，它本身效果又持久。当然，你如果不想要注射，你也不想用微创的脂肪的话，你想要说我直接垫一个假体可不可以？可以。那其实还有一种方法，就是用截骨的方式。什么叫用截骨的方式？给我一下。不是，我要那个头。对，这个以前是我们员工离职的时候，我们就把他头留在这里了。这截骨是怎么样我只是大概讲，因为是详细的，我们有另外的节目就是在下巴的骨头这个地方，我们把这个骨头锯开，我们打开抽屉不是把它拉出来吗？我们把它这样拉出去，往外拉，用你自己的骨头来延长，所以这也是另外一个延长骨头的方法。
那第二个要有轮廓线的第二个重点，你的下半脸松垂必须要改善。我们看这个案例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当然是一个已经比较松垂的状况，它有很明显的嘴边肉。那嘴边肉事实上我们是有3型哈，关于嘴边肉哪3型哦，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连结。好的，在其他的影片我们有介绍。这嘴边肉这3型里面呢，通常第2型跟第3型的嘴边肉，因为它会垂下来，它会容易盖住我们这个轮廓线，所以你会发现嘴边肉盖住这里的时候，你的轮廓线就不是一个漂亮、一个很 sharp 的线条，而是它会凹凹凸凸的，会很模糊。所以你看啊，同一个人，我们把他的脸作为一个拉提，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这个脸啊垂改善了，嘴边肉不见了，他的轮廓线很明显就比原来好非常的多。因为他做了深层次打比，深层打比它可以同时改善很多问题，包含这种像刀刻一样的木偶纹跟法令纹。好，它同时做了一个改善。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案例。那这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到，它原本的这个脸啊，你会发现它脸跟脖子之间它是很糊的。好，那其实我知道在那个大陆他们讲这个叫薄脸，薄脸就是脖子跟脸连在一起，没有这个明显的轮廓线。像这个客人，他就是把他的下半脸做一个上提跟收紧，你会发现，他在脖子都没有动的状态下，他的轮廓线就出来了。好，我们再看，这是另外一个案例。那这个案例我可以看到说，你要说他脸很松垂嘛，像前面那样子嘛，他也没那么厉害，可是他来就是觉得说他的脸的这个轮廓线不清楚。那为什么会这样呢？那这一种就是通常是发生在第3型的嘴边肉这种筋膜层比较松的状况。其实我们脸跟脖子的筋膜层有一个很重要的肌肉叫颈阔肌，它是由下面一直连到上面来。这个筋膜层呢，当它松的时候，它整个就会有那种连在一起的感觉。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把它的下半脸重新收紧，你会发现它的脖子都没有做哦，它下巴也都没有延长哦，但它的轮廓线很明显就跑出来了。所以我们刚刚前面讲的下半脸松弛跟下垂，你必须要处理。下颌缘是哪一边呢？下颌缘就是我们这个骨头啊，下颌骨以下这个部分叫下颌缘。其实到现在专门有能力处理脖子其实比较少，所以你会看很多医生他拿出来的方法就是打一下下巴，打一下肉毒，加一点电波、音波。然后你做完以后觉得有改善一点，但是就觉得好像力量不太够，因为脖子对很多医师而言他会害怕。为什么？因为很多人觉得脖子它的构造很复杂，因为不像我们以前在医院的时候，我们每天都在处理脖子这个问题，所以脖子对我们而言非常的熟。那这里我们要先看一个很大的重点，这里就是下颌缘。好，那很多人会以为说我的下脸只要拉了，你的双下巴就一定会不见。你看这个是双下巴，它的下颌缘，它的轮廓线不明显。你发现你的脸怎么拉，你的双下巴其实是不太会动的。如果你有这样状况，你可以回家的时候自己看一下镜子。如果你今天拉这个地方，轮廓线就很漂亮 ，fine， 你就是处理好我们前面讲的下巴跟下脸的部分就好了。可是如果你拉完以后，就像刚刚影片那个样子的话，发现这个地方怎么拉它也不会动，也不明显，那你的问题就是最主要就是我们第3个下颌缘的问题。不过这里我要提醒大家一件事，很多人搞不清楚什么是双下巴。双下巴其实它是有分的，可是我常常在讲，如果你看过我之前影片就知道，我们脸分成3层，第1层是皮肤跟皮下脂肪，第2层是筋膜，第3层是深层的脂肪垫。有一些人他的双下巴是因为皮下脂肪，可能比较胖，但有些人他会说奇怪，我不胖啊，我为什么双下巴那么明显？因为他的问题是来自于深层脂肪，皮下脂肪跟体重有关系，深层脂肪跟体重是没有关系的。你如果深层脂肪大的人，有可能你是瘦的，有可能你是胖的，所以你一定要做一个检查跟判断。那我刚刚提到一件事情，就是检查。其实很多人说这边用捏的、用摸的，有时候都不是那么准确。那最准确的方式是应该用超音波做检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影片哦。那很多人说，这会很恐怖，其实不会，就比产检还不恐怖。它其实就是用一个超音波的探头，好，我们在这个地方抹个凝胶，然后我们一下就可以看得出来说，你的双下巴来源到底是深层还是浅层？你要对症下药。不然很多人他打了1公升的消脂针都没有用，因为他的问题是深层的脂肪，深层的脂肪是没有办法靠抽脂，没有办法靠打溶脂针的，他一定就要用手术的方式。那有什么方式可以收紧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影片。这个影片呢，它一开始描述的是溶脂、抽脂的部分。好，我们要看它的状况。如果它的脂肪比较多的时候，我们把它脂肪溶掉；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拉线。其实为什么很多医师不太喜欢在脖子拉线？因为大部分医师他在这种线
在拉的时候，它的线是直进直出的。你看，你一个线直进直出，你一转头，那个线就凸出来了；一回头，那个线就断了。所以直进直出的线在拉这种下颌缘，它效果是很不 OK 的。八字美人线它不一样，它的做法就像我们影片里面一样，它采取的是环形的方式，因为环形方式才有办法做一个强力的固定，然后才有办法帮你把这一块这样子，这样子缩进去。这就是八字美人线，因为八字美人线可以把松弛的下颌缘紧贴在我们底下的筋膜，它才有办法在不手术的状况下帮你制造你的下颌线出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几个案例。其实像这个案例呢，它的部分就是很多女生她先天她的下颌骨它比较小，或者是她这里削过骨，少了一些支撑，于是呢她的这个脸跟脖子就会有那种连在一起的感觉。那有这种状况的时候，在不手术的状况下，我们要怎么改善它呢？我们就可以用八字美人线。我们来看一下，那这个案例，这个案例跟刚刚那个案例有点不一样哦。这个案例是它本身有一点皮下脂肪，它的脂肪比较多，所以它就不是单单靠八字美人线，它做了什么？它就是做一点溶脂，然后再用八字美人线去把这一个轮廓线，我们把它重新塑造出来。好，那这边有另外一个案例哈，那这个案例呢，它其实你可以看到，它除了下颌缘不清楚之外，它还有双下巴的问题。那像这个客人，我们检查发现他是皮下脂肪的问题，所以我们就可以帮他把这个双下巴的脂肪，我们把它溶掉，然后同时用八字美人线让它轮廓线变明显。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运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案例哈，他的这个脖子非常的严重，脖子这是颈嘛哈，颌就是下颌缘，下颌缘跟脖子之间这个叫做颈颌角。一般我们希望你的颈颌角大概是110度左右，可是你可以看到像这个状况，他的下颌缘非常的不清楚，他的双下巴很大，所以本来应该希望是这样子的颈颌角，它变成了这个样子。有这样子的下颌缘，你的轮廓线当然不会明显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帮他做了 corset 手术。这个手术做了什么事情？第一个不是只有简单的把皮收紧，因为我们常常发现，其实有时候有些客人他跟我说，他做完脖子的手术，他做完以后那个伤口很大，然后双下巴还是在，然后轮廓线还是不明显。我们一打开一看，他的筋膜跟他底下的深层脂肪链完全都没有做，他就只是帮他剪皮而已。这是一个不完整的手术。完整的 corset 手术，它除了皮肤要处理之外，你的筋膜要重新收紧，重新收紧，你的下颌缘才会出来。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一块深层的脂肪垫，有的人呢，他如果本来下巴是够长的，我们就直接把它去掉，他的颈颌角非常的清楚就出来了。如果这个时候你又合并像我刚刚做的那个客人，他的下巴又是比较内缩的，我们就可以把这一块像这个吊床一样把它往前挪，他的下巴就会往前变挺。那当然像这个客人他本身是有下巴，所以他可以不用做这样的转位。那有些人他是需要的，我们就可以同时帮他做这样的一个处理。所以下颌缘的处理，我们可以搭配 corset， 但是还有一种状况。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客人。好，这个客人他的状况是什么？你可以发现，第一个他的双下巴明显，第二个他的下颌缘不清楚，第三个他的颈颌角也不漂亮。还有一个问题，耳朵下面这里有一块皮。怎么看你耳朵下面这块？大家回去，你待会在洗手间，你拿个镜子，你可以看一下，你可以把这个皮捏起来。有一些人他这个地方赘皮特别多，或是他这个地方筋膜特别的垮，你会发现这个地方再怎么紧，它的轮廓线还不够好看。那这个地方这一块要怎么处理呢？以前传统的手术方法，它伤口要很大，现在不需要。我们现在只需要在耳朵后面，在这个耳朵后面这个沟这里，用一个小小的伤口，就完全藏在这个沟，你之后就算绑马尾都看不出来。我们可以从这个沟去把这一整块做一个处理。像这个，你看它做完以后，它的轮廓线非常的明显，它体重都没有变哦。可是你看，第一个，它的双下巴不见了；第二个，它的颈颌角从这样子变成这个样子了。第三个，它的下颌缘明显了；第四个，它耳朵下面这一个赘不见了，所以它整个的轮廓线就明显。今天跟大家讲这个，我相信是一个大家很在意的，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有像这个古天乐一样的轮廓线。我看到你表情，我又不是说我是说古天乐。要怎么样达到这样的轮廓线？3个重点帮大家再复习一次。第一个，下巴要够挺；第二个重点是你的下脸不能垂，尤其是如果你有第2型跟第3型的嘴皮肉，一定会让你的轮廓线糊掉。第3个就是你的下颌缘要够紧致。那下颌缘要够紧致的话，我们要看，如果你只是简单的浅层的问题，你可以用八字美人线；如果你
有深层的问题哦，我们可以用 corset。如果你耳朵下面这里有少部分耳朵这个地方有特别多的赘皮，那我们就从耳朵后面缠一个小伤口在这一并处理。那我们把这些方法介绍给大家，因为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没效才是最贵，想做就要找专业。对，所以我们要做什么医疗都要做有效的事情。那欢迎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加入我们的 LINE 或是微信，我们可以把你的问题跟我们讲。如果你觉得我们的节目对你很有帮助，也欢迎把这个节目分享给你的朋友。你分享给你朋友的话，跟我们的小编说，他们会把我这本书的电子档传给你，我相信对你也很有帮助哦。好，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了，拜拜。拜。因为没效才是最贵，想做要找专业哦。